贵妃娘娘因思念10年前丢失的女儿，患上心疾。第2日，重金寻公主的告示贴了满城。我私下告示，被召入宫中，恰巧遇上贼人起事，我舍命挡在皇帝身前，血流不止，浸湿了皇帝的龙袍。贵妃为我查看伤势，盯着我肩膀的蝶形疤痕，哭成了泪人。我成了皇宫中最得宠的公主，我没告诉任何人，我能听见贵妃的心声。这么新鲜的血注入到本宫身体里，该有多好！她慈爱的为我换药，心里却要将我剥皮抽筋。原来亲生女儿的血可保她青春永驻，但我和她的血并不相容。在贼人持刀靠近皇帝的那一刻，我扑了上去，刀子直直插在我的肩膀，血流不止。贵妃瞬间白了脸，抱着我的手都在发抖。我是刚从民间寻回的公主，还没来得及走任亲流程，就差点丢了一条小命，好疼！豆大的汗珠顺着我的额头落下，挣扎间扯动了衣衫。我的肩膀处有一个蝴蝶伤疤，如今虽被伤口掩盖，却能依稀看出本来模样。我放心的昏了过去。宫宴却乱作一团，贵妃娘娘抱着我哭得梨花带雨，泣不成声。我认得这个伤疤，这是我们的宝珠元郎，这是宝珠。皇帝下令要太医用世上最好的药材为我医治，若是治不好，就砍他们9族肩膀的伤，并不及性命。第2日我就醒了过来，我被封了，公主成了京城炙手可热的人物，人人都说我是飞上枝头变凤凰。谁能想到，前几天我还只是个在医馆打杂抓药，谁都能踩上一脚的小丫头夫人。小姐见我都喜欢个民间的事，问我为什么不早一点回来认亲，在民间是不是吃了很多苦？我知道他们其实只是为了讨好贵妃掉几滴没有什么感情的眼泪表示同情，但为了配合他们，我还是把故事渲染的惨上加惨。我直言早些年失忆了后来在井上磕了一遭，才勉强记起自己的儿时记忆。毕竟我当年被拐只有5岁，倒也没受什么委屈，只是偶尔会被客人刁难，采药时跌倒擦伤都是家常便饭，每天任务做不完就不能吃饭。没再提及此，贵妃娘娘都会眼眶泛红，泪水浸湿手帕。她满心满眼的心疼，成堆成堆的珠宝往我的寝宫里送，山珍海味，奇珍异宝堆积如山。贵妃娘娘对我极好，像是要尽全力弥补我丢失的10年父。父皇也说要我好好孝敬贵妃，我也想好好孝敬她。如果我没有听见她的心声的话，可我偏偏从昏迷醒来的第1天就能听到她的心声。这么新鲜的血注入到本宫身体里，该有多好！所有人都以为贵妃在为我换药，可我知道她只是垂涎我的血。她为我量尺寸做衣裳，实际是我跳动的脉搏让她兴奋；她为我下厨布菜，实际是为了养肥，我好任她为所欲为。她想要我的血，年轻的鲜活的，可我现在还太虚弱，这样的血包她并不满意，羊还是要养肥。在杀财之前，我住进了最奢靡的宫殿，绫罗绸缎，数不胜数，风头越来越成超。牢里的大臣却起了反对的声音。对父皇来说，家事一国事，他们觉得我身份不明，不堪公主名号。父皇大怒，下令当众验亲，看着瓷盏中2滴猩红的血珠，慢慢接近融合忧郁，又众口堵住了。这是朝中最刚正不阿的太尉大人亲自备下的水，绝对没有问题。我是父皇的亲生女儿，真正的公主。父皇激动地将我拥入怀中，宝珠今后镇定，将千倍万倍补偿我也。默默流着眼泪，余光却瞥见贵妃的脸色扭曲，手指掐进肉里，才抑制住自己的脾气。堂堂贵妃竟然嫉妒自己的亲生女儿贵妃善妒，是宫里心知肚明又不可言说的禁忌。贵妃非与父皇年少情深，相互扶持，没能许她后位是父皇一生的愧疚，所以父皇竭尽全力对她好，想弥补这点缺憾。华妃则跪在十字路，划破妃子的脸，都已是见怪不怪。但凡父皇多看一眼的妃子，都逃不过贵妃的眼，轻则绝孕，重则性命不保。父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会劝诫贵妃不要太过分，在朝堂上还会替贵妃遮掩，养成了贵妃越发骄纵的性子。目中无人无法无天，好一出佳丽3000只取一瓢饮的好戏。贵妃是真的爱父皇，我总能听到贵妃在父皇身边时却越激动的心声。如初陷入爱河的少女元郎是我的，只能是我的。她甚至不许我这个亲生女儿和父皇靠得太近，会直接给父皇甩脸色。有一次父皇指点我的字，捏着我手中的笔，让我多加练习。贵妃冷着脸推开门，一把掀翻了书案，洒了父皇一身。可父皇顾不得分毫，立马起身去安抚贵妃，云，朕错了，你原谅朕吧。父皇卑微如斯，扯着贵妃的袖子不撒手，你错哪了？父皇瞬间哑了声，可往往第2日他们又和好如初。父皇孔人很有一套，而贵妃是个不折不扣的恋爱脑。不可否认，她长得极美，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要美。美目流翕，眼尾上钩，饲养着陈年美酿，一个眼神足以让人骨头的俗化美貌，要加上任何一张牌都是王炸，唯有单出是死局。宫里的丫鬟都说父皇被贵妃吃得死死的，可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掌控者往往看起来是被掌控。宫里又见了血，是我身边的宫女，记不起，听她长什么样子，脑海中依稀浮现出一张极为青春活泼的脸，这是贵妃最讨厌的。贵妃说那个丫头心思不正，妄图勾附皇宫人们，见怪不怪了。贵妃惩罚个无足轻重的小宫女是常有的事，他们淡然地擦去溅在我鞋尖的血迹。贵妃牵着我的手宝珠，这宫中心软的人是走不长的。深宫中最怕无用的善良贵妃又派了几个丫头，却都不合我心意。
我想起了从前在宫外认识的一个朋友贵妃，别瞧我憔悴的脸咽下没说出口的话，她妥协了4年，被接进了皇宫。她是个很会看人眼色的姑娘，一来就把贵妃逗得哈哈大笑。她会戏法唱曲，贵妃把她安置在我的寝宫旁边，明面上是我的贴身侍女，私下却常常被召去给贵妃解闷。那日我去给贵妃请安，思年正在唱曲，声音和黄鹂一般清脆勾人。贵妃说她年少时的声音便是这般，陛下喜欢极了，可是她老了，再唱不出这般美妙的曲子。思年以为是夸奖美滋滋的谢恩，等思年退出去，贵妃拉着我的胳膊说，踢踢话，这丫头你从哪找的，倒是有趣的。景贵妃笑着，眼中却是一闪而过的狠毒。我垂着眸眼含热泪。思念是宝珠在宫外最好的朋友，留不得。我又听到了贵妃怨毒的心声。第二日一早，我就听到隔壁传来一声哀嚎，思念的嗓子废了，她在张口声音比老妪都要难听刺耳几分，像是年久失修的纺车，惹人厌烦。我哭着让思年别害怕，我会找太医给她医治，一定能治好她。可这是贵妃下旨，宫中哪个太医敢治？思年一把将我推到地上，正巧旁边是个香灰炉子，额角直愣愣的撞上去，留下一道血痕，都是你，一定是你嫉妒我，才让星号日抹粉扮丑，嫉妒我得贵妃娘娘宠爱，给我下药。我忍不住落泪，我顾不上疼，起身想要去解释，思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可能害你？下一刻，贵妃的口谕就来了，不知道哪个小丫头通风报信，把思年顶撞我的事告诉了贵妃。钟粹门口哀嚎响彻云霄，丫鬟婆子得了令，下手一次鼻子狠，思年的脸像个猪头，她在大雨里跪了2个时辰，看着我的眸子越发狠厉，我忍不住去向贵妃说情，贵妃不满，但还是遂了我的愿，你这孩子心太软，长长的睫毛盖住我眼底的深不见底。是啊，宫中上下都赞我心软善良，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主子。贵妃诚挚人，我总会为之求情，宫中染上的鲜血明显少了，我得了重病卧床动弹不得，一个劲嚷着要父皇。父皇下了朝就往我这边赶，眼里止不住的心疼。我扑在父皇怀里叫着，好难受。父皇摸着我的脑袋，逗宠物一般安抚我。突然推开的门打断了此刻的温情场面，是思年来送药了。这是我重病这么久，他第一次踏足我的屋子，我看见他拧着鼻子，眼神满满的嫌弃，满屋子的中药味着实难闻。参见陛下，他放轻嗓音，猫挠过心尖似的屈着腰，看起来乖巧又柔顺。他端着碗想要给我喂药，朕亲自来。父皇随意的瞥了思年一眼，伸出了手却蹲在原地。思年还是没有听我的话，洗掉了脸上的黑粉，露出了他白嫩嫩的小脸，极为俊俏的一张脸，让思年为之骄傲不已。这张脸让他在男人身上无往不利，他们目光对视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在床上，而应该在床底很快父皇反应过来，清清嗓子问，思年叫什么名字？思年，我在宫外最好的朋友，如今是我的丫鬟。不等思年开口，我先替他回答，这次他倒是没有不忿，他的声音太难听了，会对他的印象大打折扣。父皇点点头，没再多说。思年眼中闪过一抹失望，我看到了他眼底明显的野心，宫中的富贵如此迷人，眼连着几日，父皇一下朝就来看我，待在屋子里好一会没与思年目光相处，空气就要升温几分，每日都花枝招展，不知道要勾谁。宫人私下议论，思年传入我的耳中，我下令打了他们板子，你们该知道谁才是你们的主子公主。人吓得噤了声，尤其是上次给贵妃通风报信的那几个恩威并施，是贵妃为我找的夫子，教我的第一课是上位者必不可少的计策。思年越来越倨傲，惹得越来越多的人来我这里告状，说他俨然把自己当成了钟粹宫的主人。我一一安抚，却越发纵容，思念他不过是想要往上爬，有什么错呢？而贵妃那边其实都对我没有好脸色，父皇因为我已经忽视了他，好几日我去给贵妃请安，吃了不少次闭门羹。思年见状，以为我失宠了，越发得意，公主，你还是讨好我吧，说不定未来某一日我就成了你的母妃。他笑得花枝乱颤，随即咬着牙盯着我的衣领，咬牙切齿，你不就仗着你是公主，早晚我会把你踩在脚下。思念讨厌我，其实我们并不是朋友，最初相识是他流落街头，求我救他，我把他带回医馆悉心照料，后来他救了我也厌了我，是你亲手把我推到你身前，替你挡刀。他掀开衣裳，肩膀处赫然有一道可不吓人的伤疤，和我救下父皇的伤疤一样吓人。可不同的是，太医给我用了宫中最好的膏药，只留下下浅浅一点痕迹，我瞬间红了眼。思念可能是我当时情急，但我断然不是故意。他冷笑一声，转身离去，好几天都没有回来。而父皇也好久没有来看我。贵妃宫里的瓷器玉石摔得更加厉害了，父皇行业很久没有来看他了，这放在平时是绝不可能的。他们都说父皇变心了，我摇头笑笑。还有一种可能是从未用过新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父皇看似占据被动，实则牢牢抓住了主动权，一举一动都让贵妃没了分寸。天要变了，贵妃被禁足了，听说她到父皇的寝宫大闹了一通，本是去给父皇送补药，却意外抓到父皇与一个宫女调情，她把护人性惯了，扬起手就将那个宫女打翻在地，差点都要毁容，可见她下手得很尽。这一次父皇没有偏袒她，反而发了脾气，和贵妃大吵了架。贵妃一时没忍住，连父皇也不放过昭昭，往脸上打了一巴掌，
成了历朝第一个被切实打脸的皇帝。父皇被气得面色铁青，下令进了贵妃的族。没过几天就传来消息，隔壁的宫里住进了人，是父皇亲封的妃子。云妃与贵妃的小字相撞，惹得贵妃在寝宫又是一通撒气，御赐之物也摔了不少。认定父皇是为了气他，恶心他。我前去给云妃送礼，故作惊讶的瞪大了眸子。云妃就是思年，那个与父皇调情的丫鬟，她摔了我的贺礼，还伸手打了我身边的丫鬟宝珠母妃，替你教训教训下人，你不介意吧？那个丫鬟恰是平日嚼他舌根的那个。我站在那沉默不语，眼睛里的泪珠要落不落，看起来可怜极了。思年更加嚣张，话里话外都指向了贵妃，没有了贵妃庇护，你什么都不是小东西。我不插话，任由他奚落，我在等。今日我与父皇约好一起用膳，算算时辰，他也该到了我。余光瞥见门外露出的衣角，是张扬的明黄色思年，还在继续说，越说越过分难听的话，让他身边的丫鬟都忍不住皱眉。他出身乡野，听惯了这些，有样学样，自是一副泼妇模样。终于，门外传来一声轻咳，是父皇身边的张公公。思年一下子脸色煞白，扑通跪在地上，一双手直打哆嗦。可父皇笑眯眯的，像是没有看到含着泪珠的我，径直扶起跪在地上的思年爱妃，这是干什么？他眼神里尽是迷茫，像是什么也没听见。思年愣了一下，反应过来，父皇是要偏袒他，立马直起了腰板，泪说来就来，陛下我与公主毕竟是朋友，这样的身份转变，他许是还没有反应过来。父皇蹙眉扫了我一眼，我被罚了禁闭，在自己宫里反省3日一下，子宫中好像变成了4年的天下。从前贵妃的人纷纷倒戈他的荣宠，比起贵妃有过之而无不及。思年以为成王败寇，他渔翁得利，可我知道我赌赢了4年，该是我最得意的一枚棋子，从我和他相识就不下的一颗最完美的棋子棋。硬币一结，我就去看望贵妃云香阁，早没有了往日的繁华，所有贵重物件都被他摔得差不多了。我伸手摸过寝宫里的香炉，像是被人摔碎后又粘合起来的。贵妃说这是父皇送给她的第一个礼物，她舍不得里面的香料都是父皇特意从西域找来的。他从前不喜枪鼻的气味，唯独父皇为他寻的香料最得他心意。他说过最爱我的，怎么就变了呢？贵妃眼中蓄着泪水，所以飞机升腾起一抹恨意，是对思年的恨意。宝珠，你要帮着母妃。贵妃眼中的恨意吓得我一颤，只能怯怯的点头。贵妃消沉了好一段时间，可赏花宴又让她生起了斗志。皇本意是想要让贵妃和云妃好好相处，可贵妃见了思年第一眼不甘，就化为了不屑。那是她第一次见到没有可以扮丑的思念。当时在寝宫太过慌乱，贵妃只顾着生气，没有看清这，这才清清楚楚的看到思年的真正模样，那张与他极为相似的脸，尤其一双眼轻微上挑勾人极了。他觉得父皇还是爱着他的思年，是不过是自己的替身。思年柔柔弱弱的侧身给贵妃行礼手，手中的茶盏递到贵妃跟前，贵妃一改嚣张的气焰，罕见的好脾气，接过思年的茶水，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扭头去寻父皇。当年初见陛下，也是这般繁花锦簇的景象，这花臣妾一眼便瞧见了陛下。父皇听了哈哈大笑，也和贵妃一起追忆起往昔，只留思年在一边沉着脸。整场宴会，我只顾闷头看戏，可还是有一道视线似有似无的飘在我身上，是不是？贵妃，她看着我的眼神不像是在看自己的孩子，反倒是看一个物件抑制不住的狂热和激动。宴会一结束，贵妃就把我拉到了她的寝宫，宝珠，你帮帮母妃。她眼角尽失整个人，看起来像是要碎了一般，可她心中恶毒的话语却传进我的耳中，一股凉意窜上我的后背。她要杀我母妃，不要！我忍不住惊呼，终是看见贵妃眼中神色软化了几分，她要带我回去休息。走到半路，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耳坠似是丢在了贵妃宫里，折返回去，却听到里面小声的议论。娘娘等到和公主感情越来越深，便不好下手了。说话的是贵妃最信任的嬷嬷贵妃，妃沉默了，一言不发，她是真的心软了，我没有听到她的任何其他心声。我旁边的丫鬟瞪大双眼，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回去的路上，丫鬟看着我，欲言又止，我弯眉展颜看来单纯又无害，贵妃娇媚，可我却生得一副杏仁眼小鹿一样懵懂。我拍了拍她的脑袋，你记住，这身公善良是最吃人的，这是贵妃教我的道理。第二日，我被召进贵妃宫中香香，如烟雾缭绕，朦胧了贵妃的眼，下一刻，我便失去了意识。等我再次醒来，整个人被绑在一张大床上，衣衫单薄，只留一件里衣。贵妃和着眼一旁，是一个神神叨叨的老道扬着拂尘，嘴里嘀咕不清。我拼命的想要挣扎，嘴里一个劲的念叨着，母妃。贵妃没有看我，只是让那老道动手。母妃，我是你的女儿啊！贵妃整个人都疯魔了，握上我的手，宝珠，母妃的好女儿，你帮帮母妃，只要用你的血，母妃就能永葆青春，你父皇就会重新回到母后身边了。他认定父皇变心是因为他年华老去，母妃害人是没有好结果的皇后娘。娘娘端妃娘娘还有那么多后宫女子，她们都是无辜的。贵妃立马提高了嗓音，骂我是吃里扒外的东西，那是他们应得的，他们都要与我抢元郎，他们都星号星号，老道已经动手刀割，在我的皮肤上我强忍着痛意，那父皇呢？你给他下药也是父皇应得的。贵妃大骇，忍不住后退一步，满眼不可置信，快动手！
他催促老道，老道却迟疑了，娘娘，你确定这是您的亲生女儿？我与贵妃的血液并不相容，我帮不了她。我忍不住大笑，怎么可能？她肩膀的蝴蝶疤痕。贵妃突然顿住了，她终于反应过来，我在骗她，我可不是她的宝珠，你究竟是谁？贵妃一把掐住我的脖颈，手慢慢收紧，掠夺着我的最后一丝空气。突然门被踢开了，父皇来了，身后跟着摇摇欲坠的思念。看样子他们已经听了不少。父皇铁青着脸，一巴掌打在贵妃精致的脸上，贵妃踉跄了2下，你这个毒妇，你竟然给朕下药，你想要断我萧家血脉。父皇以为贵妃只是太爱他才害人，没想到念头打到他自个身上。贵妃跪在父皇脚边，花容失色，不等贵妃狡辩，父皇就下旨说，贵妃在宫中行巫蛊之术，得心有亏，谋害妻女，其心可诛。废贵妃之位，贵妃被禁足在冷宫，我被2个宫女搀扶起来，颤颤巍巍的去求情。父皇宝珠知道母妃有罪，但看在他陪了您这么多年，还望从轻发落。我的善良小白花人寿不能破。父皇怒气不争的斜了我一眼，拂袖走了，留下4年愣愣的看着我。在经过他身边时，我刻意停顿母妃，我叫得十分甜蜜，这不是4年最为得意的身份吗？此刻他却像是受了巨大打击一样，双目无神，嘴里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4年身体不支的倒在地上，眼神中透露出清澈的迷茫。我落在他下意识护着肚子的手，轻轻勾起一抹笑意。事情越来越有趣了。父皇说，云妃发现贵妃在后宫施展巫蛊之术，有功要抬4年的位分，不要4年突然惊叫出生。父皇只当他孩子心性，以为是厌恶贵妃，不愿因他上位才拒绝此事。对了，爱妃，你不是说有好事要告诉朕吗？父皇揽着思念，眼底是晕不开的温柔。臣妾忘了4年说的磕磕巴巴，脸涨得通红，母妃的记性可是越发差劲了。我无辜的眨眨眼，关切的嘱咐思年，如果实在不舒服，一定要去找太医诊治。听到太医4年的反应越发剧烈，他在害怕我，细心的擦去他额角密密麻麻的汗珠，手无意识的放在他的肩膀处，那里有一处为了救我受伤的伤疤，伤疤下面是一个与我肩膀处一模一样的蝴蝶伤疤。4年借口要与我说些 TG 话，将我带到了他的寝宫。屋门关上的那一刻，一阵掌风朝我袭来，我一把攥住4年的胳膊，母妃还是多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思念气的站都站不稳，扶着这身旁的桌子才勉强支撑住。你这个冒牌货，是你害了母妃。4年红了眼眶，指着我的鼻子抑制不住的委屈，我的声音冷了下来。云妃慎言，我可是满朝见证下被认回的公主在，说不是你去找的父皇才让贵妃落到这般下场，我一步步逼近她，我是假的，那谁是真的你吗？我贴近她的耳侧，一次一次的加重语气，云妃娘娘，我按在她还不明显的肚子。思年瘫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喘着气。4年有着一张与贵妃极为相近的脸，尤其一双眼简直如出一辙。她与我还是年岁相仿，可谁能想到4年才是贵妃的亲生女儿。我与4年认识的时候，她确实倒在路边，要我救她。她光会审时度势，装得很是样子，一双眼像是会说话一样，让人心软可人，再怎么装也总是会露馅。她整个人像一只骄傲的孔雀石，关系人毫不客气，医馆里的人都受不了她。我本想等她病好，就把她逐出医馆，可她与隔壁大娘发生口角，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公主，来京城认亲，说认回身份后，一定要她不得好死。没有人能相信她的话，都认为她是一个撒谎精，可我却放在了心上。我想起了我初见4年的那股熟悉感，我曾见过贵妃的画像，4年与画像上的贵妃十分相似，我布局多年的谋划可以提前了我本。蓝莓想要让4年掺和进去，可密林愈险，他竟是要将我推出去挡刀。这种白眼狼我自然不会客气，娇滴滴的小姐自然比不上我常年采药磨粉的力气，她反被我推到了刀前正好捅在留有那个蝴蝶伤疤的地方。我曾听见她声称这个伤疤是她又是为了救皇帝留下的。我给她用了暂时失去记忆的药物，神不知鬼不觉，把她变成了小医馆的一个采药女卧城，成了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宝珠公主。不知道父皇还记不记得我，我站在宫门口眼藏住眼底是血的冷意，他果然不记得我了，也是，毕竟我只是一个丫鬟，所生还是个和他只有一面之缘的丫鬟。那是贵妃以得圣宠阵仗一致，比起皇后只多不少。宫中没有孩子，但凡怀孕，总会在几月后神不知鬼不觉的流产，无一幸免。后来贵妃怀孕了，她的脾气越发难以控制，常常1日里要从她宫里拖出好几个冷掉的尸体。父皇劝过她，没忍住和她大吵一架，她在寝宫里借酒浇愁，当值得证实，我娘明明是她强迫我娘，可酒醒后受罚的却是我娘一个宣武氏的小丫鬟，幸亏那日皇后碰见了她，把我娘安排到了她的寝宫当差。皇后娘娘真的是个极好的人，她发现我娘怀孕没有声张，借口自己得病找太医医治埋锁，有人保住我娘生下孩子。说来也巧，我与贵妃的公主是同一天出生，可她出生在一个金碧辉煌的暖房，而我只能躲在阴暗的柴房。皇后母家势力薄弱，她护不住我，她将我送出了宫外，把我娘留在宫中养胎，可事情还是败露了。贵妃找上门，生生碎了我娘全身的骨头，把她的尸骨扔给野狗，善良的人在宫里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皇后娘娘被吓得生了大病，请辞道道馆养病。贵妃作恶太多，想要她死的人数不胜数。
贵妃诞下孩子后，为了顾宠，根本顾不上那个孩子，这才给了人机会，把公主偷出了皇宫。自此流落民间，这给了贵妃到嘴的借口。她诬陷皇后，一口咬定是皇后嫉妒找人偷了她的孩子，3岁小孩都可以戳破的拙劣谎言。可皇帝偏偏信了皇后娘娘，为了自证，一头撞死在道馆的柱子上，却连个皇陵都没有。尽一匹破布抛在乱葬岗4年，我可曾冤你？你出生就背着无数条人命，你是踩在鲜血上的恶魔皇帝，连个名分都没有给皇后娘娘，昭告天下，皇后谋害皇嗣下旨削了他母家的官，皇帝无道啊！可他就是被迷了眼，一心袒护贵妃，贵妃越骄赠他便越是开心。作为乖女儿，我自然要多多关照贵妃，我带上好菜棉衣前去探望。贵妃躺在破席上，头发乱得像是鸡窝抱着父皇送她的暖炉，像是稀世珍宝宝珠宝珠。她喃喃自语，我也不想要扔掉你，可你父皇的眼睛里只能看见你我不喜欢，我心里升起一股寒意。他比我想的还要恶心，我蹲在他面前笑眯眯的给他裹上棉衣。父皇也当真无情，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怎么能对贵妃娘娘苛待至此？他瞪大双眼伸出手想要挠我的脸，我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脸上笑容不变，娘娘本宫是来让您清醒一点。他捂着脸还是要扑上来，我又眼光打在他另外半边脸，清醒了吗？他像一块破布被我甩在地上摆，满眼的不甘。娘娘真觉得只要您变年轻，父皇就会像从前那样对你好？什么意思？我迎上他惊疑不定的眸子，便是你想的那个意思。他如果真的爱你，为什么还要立别的女人为后来掣肘你？明明在身侧还要找别的替身。我随手扔在地上一幅画，一幅从父皇宫中偷出来的画铃，踏出宫门，我又想起了什么贴心的提醒，娘娘，您的那个宝贝暖炉还是少抱着为好，毕竟里面可是有大量的麝香，闻的时间长了难以受孕。贵妃疯了，抱着那幅画又哭又笑，元郎，你害得我好苦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告诉他，砸不到别人心里的眼泪一滴也不掉。听说4年跪在父皇宫门前跪了几个时辰，央求父皇放了贵妃，直到她身下见了红，父皇才慌张的把她抱回寝宫。云妃小产了，看来她想起来了，那又怎么样？她敢去相认吗？父皇悔不当初，答应了云妃所有请求，他恢复了贵妃的位置，剥夺了她执掌后宫的权利。为了弥补，把权力给了思年，这一次贵妃不哭不闹，反而异常平静。我知道她在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暴。3年小产之后闭门不出，连父皇也拒之门外。可父皇好似就是喜欢做舔狗，一个劲的往上凑，流水的赏赐送进了他的宫里。正巧我新得了几匹难得一见的布匹，我大手一挥，挥，上一局好好裁制，以皇帝的名义给思年送过去。公主总是这么善良，丫鬟心疼我，语气里十分不忿。我笑了，这个傻丫头果然4年见了我送去的衣裳，病得更狠了，奄奄一息的可怜样，像是下一刻要绝过去。倒也不枉我费的心思，给她送了鸳鸯戏水的肚兜，试了那些布料都被我命人做成了肚兜，各种样式的鸳鸯戏水，花好月圆鼻。双妃贵妃宫里沉寂的不行，走到贵妃宫门口，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听着丫鬟的形容，我笑弯了腰。贵妃哪怕是吃人的妖怪，现在也是要挑最尊贵的灵芝。我猜的不错，贵妃很快复宠了红梅映雪俏丽佳人，3分暧昧4分回忆，父皇宿在了贵妃宫里，我就知道贵妃是个聪明人。她又恢复了从前的阵仗，气势逼人，可一切似乎又与之前不同天。空气渐渐冷了，宫里办了家宴，给得胜归来的大将军庆功。我坐在下面，贵妃和思年坐在父皇身侧。思年已经没有了年少气盛的模样，眼底如一滩死水，氤氲着玉气腹。皇命人拿来狐裘，这是贵妃往年的殊荣。每此刻，父皇便会为贵妃披上狐裘，以示宠爱。贵妃下意识的起身，可父皇并没有看她一眼，反倒把狐裘披在了思年身上。贵妃最终愣了一下，很快又神色如常，只是酒一杯一杯下了肚。只有我注意到她的指甲死死掐进了肉里。她还是不懂暗示细节，不爱也是突然台下出现骚动，一个黑衣人跃身直逼父皇这次却没有了能给她挡箭的人。贵妃面上惊慌的喊着她的名字，身体却是慢慢往后退就驾，宫人乱作了一团，好在剑插的不深，刺客便被制服了，父皇却因惊吓过度晕了过去。起初妇人们只是以为这是一场普通的袭击，可父皇竟是好几日都没有醒来，他昏迷了整整5日，太医束手无策，朝中也乱了，各种势力蠢蠢欲动。皇帝这么多年没有孩子，如今连个太子都找不出，他们需要个能说话的当权人。朱爱卿，看本宫如何？那日我穿着一身朱红的礼服，落落大方的站在朝堂，伸手轻拂过龙椅，这便是权力吗？女子怎能为帝招朝？有女子掌权的先例。这时候这群老臣知道拿自己元老的身份压人了，他们眼睛猩红瞪着我，像是在看什么十恶不赦的罪人。你要是敢，我今日就撞死在这堂上。我悠哉大悠哉的坐上龙椅，耸耸肩示意他开始。这情节我只在画本上见过，倒真是能让我开眼。老头瘫坐在地上，仰着天长啸，我大楚药王啊！我不弃反笑，命人拿来白绫示意他，这样更雅观。众人见我没被吓到，瞬间惊了声。公主只是暂时代理，朱清反应未免大了些。谢太傅出来当和事佬，谢太傅贵妃为我找的夫子。3朝元老极有声望，众人不随便再说什么，每一间咱们就开始吧。我维持住笑意，没病诗吗？我懂贵妃素在父皇寝宫衣不解带，
下令让所有人都退出去。父皇醒了，只是状态不太好，这个人神神叨叨的抱着贵妃不撒手，嘴里念叨着云云。贵妃冷眼看着，也不挣脱，任由他抱着胳膊。云云先皇的公主也叫云云，被先皇和父皇宠坏了，骄纵任性，活脱脱一个小霸王。但偏偏长得举世无双的美，留有的画像被父皇藏在宫里，不许任何人触碰。贵妃与他甚是相像，思念更是他们都是替身，是这些上位者的玩物，还自以为是的迷失在所谓的宠爱里。父皇醒了，不关切的叫出声救朕救朕。父皇指着贵妃，一脸惊恐向我求救。贵妃娇俏的笑出声，贴心的整理父皇额间散乱的发丝。元郎是在开玩笑吗？你为什么要怕我？我明明那么爱你，你为什么要辜负我？贵妃声音带着笑，眸子却如腊月寒霜，把我当成他给我下避子药，是因为你也知道你的情有多恶心。我缓步走近，抖开手里的画卷，女孩一身白玉小袄，明媚又张扬，是父皇的珍宝。她气得直咳嗽，说不出一句话，病恹恹的，讨人厌的紧。父皇既然那么喜欢，姑姑过去陪他不好吗？我把画扔在父皇脸上，打着喜欢的名号，就可以踩着别人的尸骨，肆无忌惮的满足自己的私欲。贵妃心号，可父皇才是她身后推波助澜的刽子手。贵妃吓得要笑上来了，父皇脸色开始逐渐由红变青，最后整张脸都发白。我满面泪痕的贴近父皇身侧，似是最亲密的呢喃，吐出的话却冰冷无比。你。他瞳孔突然张大，手无力的垂在身侧。皇帝驾崩了，贵妃突然扑向我，透出一股子掩饰不住的杀机。他把我推到父皇身上，然后一边扯着嗓子一边往外跑。来人，有人谋害皇上，她是个假公主。他跑到侍卫身边，拔过他的刀，躲在侍卫身后。她是假的，她害了陛下。我不紧不慢的跟在她身后，假惺惺的抹了一把眼泪。母妃米斯反思的未免太快了些，活动了下手腕，轻笑一声，示意立在两侧的侍卫。瞬间，贵妃被压倒在地上，手无缚鸡之力，犹如待宰的羔羊。我抬脚踩在她引以为傲的脸上，母妃这么急，才刚刚轮到你。妃妃无力的倒在地上，瞳孔微张，一双手使劲往前伸，妄图抓住什么。这整个寝宫都是我的人。我嫌弃的瞥了贵妃一眼，胃里翻涌，止不住的恶心。拿项圈来，我把项圈扣在贵妃的脖子上，突然有些好奇，是贵妃更狠一点，还是狼狗更厉害一些？正巧我前几日得了一只大狗，我牵着它是一工人，把它扔进狗圈。母妃可不要让我失望，饿了几日的恶狗口水挂在嘴边，而贵妃就扑上去，我听着凄惨的哀嚎，忍不住掏了掏耳朵，真够难听的。等贵妃被放出来时，被咬掉了一双腿和一只胳膊，伤口源源不断的流血。母妃思念突然跑过来跪倒，早在贵妃跟前，当真是母女情深。我静静注视着这一幕，321思念，狠狠咳嗽，一滩血喷洒到贵妃身上，七窍流血。贵妃倒也真是狠心，贵妃在给父皇下毒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思念服下，那就见效的毒一针见血。我想是突然想起来似的，蹲在贵妃跟前。母妃，你还不知道我给父皇说了什么吧？他尚有气息，惊恐的看着我，我说我都不知道。如果4年的孩子出生，是该问他叫父皇还是叫皇爷爷？我问。无辜的折了指4年的脸，贵妃彻底厌弃了被气死的女娃娃。你真要当皇帝？谢太傅再三反问我，我肯定的点点头。您教我制衡之术，帝王作风，难道只是想要我随便找个男人嫁了困在宅院一辈子？我乖巧的整理好谢太傅的官服，您帮我站上这里，难道只是因为善良？他是我棋盘的一只棋，我亦是他的棋。谢太傅仰天大笑，倒是与纪宁有几分相似难伴。那纪宁死去的皇后娘娘谢太傅的青梅竹马，她在入宫前也是鲜衣怒马，肆意快活的女侠，性格却被困死在宅院。我想要属于自己的天地，